春节时，我开心地陪着丈夫回老家看望公婆，但没想到丈夫竟然在公公的怂恿下对我家暴。原来他家的家暴早有传统，婆婆也已经忍受多年。一怒之下，我展开报复，然后带着婆婆一起离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张路遥，今年28岁，跟丈夫许国强结婚还不到1年的时间。我和他是一个公司的同事，每天在一个办公室里朝夕相处，渐渐产生了感情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象。当时我刚刚办理完入职，人事部门安排许国强来帮助我熟悉公司业务。他是一个说话很温柔的人，面对我的不开窍，他从来都不会发脾气，总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给我解释。靠在他身边，听他用哄孩子一样的嗓音给我讲解业务，闻着那股飘过来的清爽味道，我不由得有些心跳加速起来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集体里，还在那1年的年会上获得了最佳新人的奖励。为了感谢许国强对我的帮助，我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。他真的太细心，太绅士了，不但帮我拉凳子，还跟服务员嘱咐了不要放葱蒜。我很诧异，于是开口问他：“你是怎么知道我不吃葱蒜的呀？”他笑了笑：“跟你一个办公室这么久，这么明显的事情还能发现不了吗？”那天我们聊得开心极了，到了晚上10点多才依依不舍地分开。回到家以后，我忽然感觉有些孤独。我觉得自己是时候找一个男朋友了，身边不就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吗？我不由得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不过出于女性的矜持，我并没有主动去表白，而是频频制造在他面前出现的场景。电梯里、茶水间，甚至开会的时候，我也会故意坐在他旁边。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我的第六感能察觉到他对我也同样存在着好感，而且一天比一天深。终于在一次电影过后，他拿出提前藏好的鲜花，走到了大银幕前，当众向我表白了。我惊喜极了，没想到平时看起来内向的许国强，竟然会做出如此大胆的事情来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正式成为了一对甜蜜的情侣。在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有了结婚的打算，就先后见了对方的家长。我的父母很开明，虽然知道许国强的老家在农村，但是并没有介意。他们和我一样，是看中了他这个人，只要他能对我好，比什么都强。不过我的2个哥哥却给了许国强一个下马威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可不许欺负我们的妹妹，否则我们一定让你明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2个身高都在1.8米以上的壮汉，
站在谁面前都是十足的压迫感。许国强连声答应着：“放心吧，我对路遥好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欺负他？要是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保证不还手。”我连忙推走了2个哥哥。我明白他们都是为了我好，但这么吓唬人确实有点过分了。他俩一边往旁边走，一边还不忘冲着许国强挥舞着拳头。许国强只好尴尬地陪着笑脸，还竖起了手指，做出一副发誓的样子。因为许国强老家比较远，加上我们公司最近的工作比较忙，所以许国强的父母特意赶了过来，和我们在餐厅见了一面。二老对我这个未来的儿媳非常满意，婆婆更是拉着我的手跟我聊了半天。虽然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并不算长，但是我觉得是很和蔼可亲的2位老人，尤其是婆婆。我曾经听人跟我讲过，如果婆媳关系处理不好，以后结婚就要遭罪了。看到婆婆慈眉善目的样子，我彻底放心了。曾经对结婚存在的一丝恐惧也烟消云散了。我们的婚事商量的也很顺利，因为我们家对于彩礼没有什么要求，所以4位老人很快就定下了良辰吉日。那一天，我们在双方亲友的见证下，结为了夫妻。夫妻恩爱，家庭和睦。我觉得这将是我未来婚姻生活的主旋律。但是现实真的会如我所愿吗？婚后的生活和我们恋爱的时候变化并不大，每天在家和公司之间2点一线地忙碌着。我们依然会利用周末或者休假的时候出去逛逛街、旅游。日子虽然平淡，但是却满满的都是幸福。很快就要到春节了，按照这里的习俗，新媳妇第1年是必须要到婆家过年的。所以我和许国强商量了一下，打算公司放了年假，我们就出发回他老家。我也很期待和2位老人再次见面的，毕竟结婚快1年了。我一共也就见过他们2次，跨越了几百公里，从火车又换成了汽车。我们终于抵达了许国强的老家。这里虽然比较偏僻，但是风景却美极了。我感觉一路上的疲惫也缓解了不少。刚到路口，我就见到了站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婆婆。这个时候正是寒冬，我连忙跑过去抱住了婆婆。婆婆的手已经冻得很凉了，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她心里的那份热情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我们一起进了屋，就准备吃晚饭了。婆婆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的菜，就等着我们回来了。我跟公公打了招呼之后，全家人就围坐在桌旁开始吃饭了。可是我还没有吃2口，公公的声音忽然打破了平静：“你这青菜是怎么炒的？怎么放了这么多的盐？你想咸死我吗？”公公把嘴里的菜直接吐了出来，把筷子甩在桌子上，指着婆婆大声骂道：“
弹起来的筷子正好从我的身旁飞过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。我记得公公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啊，怎么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公公似乎没有解气，继续不依不饶地破口大骂，而婆婆从始至终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只是低着头默默承受着。我转头望向了许国强，示意他说句话。这么大点事，至于骂成这样吗？但许国强明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但却无动于衷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，放下筷子想替婆婆辩解两句，但许国强却冲我摇了摇头，一个劲地冲我眨眼睛。我只好放弃了。整顿饭都在如此沉闷的气氛中进行着，婆婆几乎一口菜都没有吃。等到公公离开餐桌后，她又默默地收拾起了碗筷。我上前打算帮忙，婆婆却笑了笑对我说：“你们坐车也累了一天了，去休息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了。”见婆婆执意如此，我只好拉着丈夫回到了房间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拦着我？你就眼瞅着你妈挨骂吗？回想起刚才的一幕，我还有点生气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我爸对我妈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从我记事起就没有改变过。那也不能这样啊，这是不是太欺负人了？那可是自己的老婆呀。我确实也有点看不过去，但是这大过年的，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跟爸吵起来。要不就我爸那个脾气，这个年都过不好。这话说的也有道理，而且我们刚回来，第一天就闹起来，也不是我们当小辈应该做的事。我只好作罢，但是心中仍然替婆婆觉得不值。第二天，因为公公婆婆的辈分高，老家的亲戚们都来拜年了。作为新媳妇，公公为我挨个介绍了一遍家里的亲戚，因为人太多，我一时间根本记不清楚哪个是二叔，哪个四婶。不过我却很清晰地注意到，在屋里歇着聊天的都是男人，而所有的女人都在厨房一起忙碌着。国强，你这媳妇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不去厨房干活？公公看到我坐在一旁嗑瓜子，连忙把许国强喊了过来。他听到父亲的话，赶紧凑到了我的旁边，小声说：“亲爱的，要不你还是去厨房找个地方待会吧。”我确实觉得作为新媳妇，应该去帮婆婆忙活忙活。可是面对着里面的一大群陌生人，我又有点不知所措。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公公听到了我说的话，顿时嚷嚷起来：“哪有大过年的让你家男人进厨房的？你这媳妇是怎么当的？”一旁的叔叔伯伯们也起着哄。许国强顿时有点下不来台。老婆，要不你还是自己去吧，要不他们可就得笑话我了。我懂得在外人面前要给丈夫面子这个道理，所以点了点头。
转身进了厨房。还好，厨房里的婶子和阿姨们对我这个新媳妇都很热情，亲切地过来跟我打着招呼。婆婆也只是让我干一些轻松的活，那些切菜和炒菜的事情都被他们包了。一群人忙碌了一下午，终于弄出了一大桌子的菜。可是男人们却又挑剔起来，怎么就这么几个肉菜呀？这大过年的，不多弄点肉，哪有过年的气氛啊？就是，这哪是下酒吃的玩意呀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不做饭还挑三拣四的。这2天我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，直接当场就发作了。厨房里有的是肉，想吃肉自己去做呀，是没长手吗？刚才说话的那几个人脸色顿时变了，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许国强。国强啊，你这个媳妇好厉害呀！你不会是个妻管严吧？怎么一点家教都没有？公公这个时候也开口了，板着脸对着许国强说：“从丈夫的表现上我就看出来了，他非常怕他的父亲。”所以公公跟他瞪了眼后，本来还犹豫的他，还是走到了我的面前，举起手想要打我。我没有说话，也瞪着许国强。我不相信他真的会打我。见到丈夫不敢动手，公公又嚷了起来：“你在等什么？我是不是得先教训你一顿？”婆婆见此情景，连忙过来劝架：“哎呀，打什么打呀？这大过年的，别！”婆婆的话还没说完，公公直接扇了她一耳光。之后，公公还趾高气昂地说：“看见了吗，儿子？媳妇就得这么教育。”公公竟然对婆婆家暴，我连忙跑到婆婆身边查看情况。婆婆的脸已经肿了起来，嘴角也渗出了血。这一下实在太狠了，而这都是因为我。我抱住婆婆，一边哭，一边说着对不起。婆婆拍着我的背，不停地安抚着我，好像我才是受伤的那一个。有完没完了？你是爹妈死了吗？大过年的哭起来没完。一旁的公公又闲不住了，张嘴骂了起来。我想不到公公竟然会侮辱我的父母，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说？我顿时火冒三丈，我直接冲过去，一把掀翻了桌子。不爱吃就干脆别吃了。许国强，你媳妇都要翻了天了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公公大声喊道。这一次，许国强似乎受到了刺激一样，冲过来就一脚踹到了我的肚子上。见我跌坐在地，他又不断地用脚踢着、踩着，我根本无法反抗，只能尽量护住自己的头和肚子。我听到婆婆为我求情的声音，但是换来的却是公公的辱骂和毒打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许国强终于停手了。我抬头望向了他，竟然发现他的脸上产生了一丝快感，说：“
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做了？”许国强用手指着我，大声地问着。为了不再挨打，我只好沉默地摇了摇头。是婆婆和一个婶子把我搀回了屋。我的心中对许国强充满了失望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看来家暴这种事情也是有传承的。儿媳呀，是我对不起你呀，我没把儿子培养好，让他走了他爹的老路。婆婆不断地跟我道着歉，可是她挨的打比我还重，还都是为了我，我心疼极了。妈，这么多年你就是这样过来的吗？你就没想过要跟他离婚吗？我也想啊，可是每次换来的都是更重的毒打，我实在扛不住啊。婆婆似乎已经对离婚不抱任何希望了，这得是挨了多少次打才会如此绝望啊！我决定反抗，我要带着婆婆一起离开这里，要让那些该死的男人都付出代价。晚饭过后，亲戚们都离开了，而我在暴力的威胁下，接了一盆热水，正给丈夫洗脚。我恨不得把这盆热水直接泼在他的脸上，可我还是忍了下来。现在时机还不到，这么做最后遭罪的只会是我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丈夫疑惑地让我去开门。我连忙跑过去，打开了门。映入眼帘的是2个身高超过1.8米的壮汉。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，直接冲过去抱住了他们。哥，没事了，妹妹。哥来了，你就不会再受欺负了。哥哥们安慰着我，然后让我站到了一边。当然是我把他们叫过来的。许国强似乎忘记了我哥当时对他的劝告，是时候让他接受教训了。见到2位大舅哥，许国强顿时慌了手脚，顾不上脚还在盆里，连忙站起来想要解释，但是大哥却根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，一拳就打在了他的脸上。婆婆见儿子挨打，母爱泛滥，还想要上前阻止。我过去一把将她拉到了我的身后。妈，今天这里没你的事，儿媳妇今天就是要替你出了这口气。我的大哥和二哥都练过散打，7、8个人上来根本近不了身。其实他们可以一拳就把许国强打晕，但是那样简直太便宜他了。他们要让他清醒着承受痛苦。公公见自己的儿子挨了打，激动地想要冲过来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凭什么打我儿子？我可要报警了。二哥根本没跟他废话，稍一用力就把他按到了沙发上，感受着胳膊上传来的力道，公公也顿时服了软。我没跟你说过让你对我妹妹好点？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啊！大哥的拳头一下下地落在了许国强身上，而许国强也做到了当初的承诺，根本不敢反抗。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许国强不住地道歉，
可是现在道歉又有什么用呢？直到把他打得鼻青脸肿，大哥才甩了甩手停了下来。你们谁都跑不了。等待会警察来了，你们都得给我进局子里去蹲班房。被控制住的公公还在那嘴硬，掏出手机想要报警。大哥鄙视地看了二哥一眼，那意思是你这也太丢人了，连个老头都搞不定。二哥顿时生气了，一把抢过手机，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，然后用脚踩得稀巴烂。我劝你还是老实点，我也是看你岁数大了才没打你。你要是再跟我废话，就跟手机一个下场。妹妹呀，出没出气，没出气我就接着打。大哥回过头问我，看着瘫在椅子上鼻青脸肿甚至已经哭了出来的许国强，我却并没有感到有多痛快。此刻我甚至有一些心痛，并不是心痛挨打的丈夫，而是心痛自己。怎么会这么傻，爱上了这样一个男人？我们离婚吧。我对着许国强平静地说道。我不要离婚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对你了。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许国强还不想放弃，苦苦哀求着我。可是我清楚，家暴这种事情，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。我没有必要浪费自己的青春去证明这个事实。而且，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个言而无信的男人了。对了，我会带着妈一起离开。妈和爸也得离婚。公公听了我的话，挣扎着想要站起身，但是根本扛不住二哥的力道。他只好趴在沙发上咒骂着：“你是白日做梦，我不会离婚的。他的照顾我一辈子。”我不由得冷笑了一声：“离不离婚，你可说了不算。再说了，婆婆的身上可都是你家暴的证据，足够让你坐个几年牢的。到时候走法院，你也得离婚。听说要坐牢。”公公顿时服软了，最后终于同意了和婆婆离婚。我带着婆婆和哥哥们离开的时候，许国强还想要过来挽留我，但我现在对他只剩下了厌恶。许国强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当初嫁给了你。说完，我们永远地离开了这里。我再也不想回到这里了。不过，事情并不能这样轻易结束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婆婆直接来到警察局报了案。家暴男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